乌克兰战场上的伤亡人数是战争迷雾，到底谁的统计数据更准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期，随着俄罗斯军队在巴赫穆特的进攻，关于俄乌两军死亡人数的话题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多人认为，乌军有多个建设部队被瓦格纳雇佣兵打残，那么战场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对俄乌社会层面的现象来观察双方在战场上的兵力损失。在乌克兰方面，很明显已经出现了人力不足的情况，比如有报道说，一些盲人和残疾人也收到了征兵通知，甚至现任官员在开会时都突然收到了入伍传票。不少失踪人员家属在基辅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乌克兰政府发放抚恤金。与之相比，俄罗斯方面显然要淡定得多，这与俄方的战争人力资源更为庞大有关，也与俄军的组织结构有关，但是并不等于俄方的整体损失会小很多。最近网上出现了多种俄乌两军的伤亡数据推测，我们在这里先列举一些西方国家官员的说法。挪威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申称，俄罗斯有18万人伤亡，乌克兰有10万人伤亡，这还不包括3万名乌克兰平民伤亡。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声称，俄罗斯的伤亡现在远远超过10万人。美国情报机构建议将这个数字改为18万8千人。但是西方国家的推测很可能低估了乌克兰人的损失，而高估了俄罗斯的伤亡人数。西方推测俄军损失的基础是结合乌克兰方面的统计，以及通过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损失的装备来估算的，这些都不太靠谱。实际上，俄军装甲力量的损失有很大比例是战争初期因为故障而被遗弃在当地的。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一家独立的俄罗斯出版物与 BBC 新闻合作，预测俄军的死亡人数。截止到2023年1月，实际阵亡人数只有12538人。这份报告让很多相信俄军会失败的人难以置信。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西方计算俄军伤亡人数包括了雇佣兵、车臣武装、亲俄政府武装和俄罗斯正规军，而俄罗斯自己统计的伤亡人数可能只包括俄罗斯正规军。俄军现在更多的依赖瓦格纳雇佣兵与乌克兰军队进行阵地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俄罗斯正规军的伤亡。这个办法非常有效。对于一场长期的鏖战而言，人员伤亡数量已经变成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俄罗斯去年底招募了30万名预备役军人，其中许多人已经在战场上了。按照乌克兰的说法，俄军在2023年还将征召多达50万名士兵到乌克兰作战。那么如果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乌克兰在兵员潜力方面很明显已经出现了危机。2022年7月，乌克兰引入了一项许可证制度，禁止符合征兵条件的男子离开他们的地区，以帮助乌军找到潜在的应征者。18至60岁的乌克兰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乌克兰方面是从有军事经验的人开始征兵的，现在已经明显扩大了征兵的范围。乌军战场上的伤亡人数仍然是个迷雾。那么传言说乌军死伤殆尽，国内到处抓壮丁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呢？抓壮丁这种事儿肯定有，但是要说乌军死伤殆尽恐怕也不切实。网友不妨关注一下在乌克兰生活的一名中国男性公民所披露的情况。目前在乌克兰社会上，成年男士仍随处可见，或者说在很多地区生活仍比较正常，只是会经常出现停电的情况。只要战争一直这么打下去，乌克兰的兵力短缺肯定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但是当前还没有出现因为兵力不足而导致战场惨败的情况。与之相反的是，俄罗斯要小心那些正在西方国家接受培训的乌克兰军队，而且是武器装备北约化的乌军。美国总有办法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这才是最可怕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